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天哈，聊一下什么东西呢？就是最近呢，我本人在国内运营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呢，终于被封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着这个微信平台被封的这个话题来讲一下我对言论自由，还有包括就是这些就是国外的这些社交媒体为什么做不过海外，来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被封的这个事情哈，然后我说封了就封了吧，反正也没多少人看，一个视频平均就10几观看，这个我也不是很在意，而且也没有收益化。然后我妈就说：“你看我儿子比我更爱国啊！”结果他平台也被封了哈。然后呢，其实我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大家常识性的一个错误哈。大家很多时候会以为就是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是讲你不能够批评政府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中国的言论自由并不是限制你批评政府啊，而是限制一般人批评政府啊。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哈。你要去看小岛大浪吹做过的视频你就明白，就是像小岛大浪吹啊，什么竹老板啊，这些很多都被 B 站封禁的人，他不是说他的立场不爱国，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啊，实际上他是不允许你一般人讨论政治的。你只要有了背景，你只要有了关系哈，你可以讨论政治哈。袁腾飞啊、高晓松啊这些类型的这些人呢，你可能很不喜欢他，然后呢觉得他说的东西都不爱国，天天去舔外国人，然后天天人吃不乱哈，这种东西呢你可能不喜欢，但是呢，他是体制内的人。芳芳为什么他就可以写这些芳芳日记，就是因为他是做学的一员嘛。这和西方的言论自由呢，其实是刚好相反。你越在高位，你越和平民拉开了距离的这帮人呢，其实呢，你是不可以有言论自由的。所以呢，这就是我微信平台为什么会被封禁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关系嘛。就中国到最后就是做文艺这条路啊，其实都是关系哈，因为它这个位置呢都已经被垄断了，和篮球、足球其实走的是一样的道路哈，所以你要觉得中国能够在大外宣上做得过外国呢，我觉得你是想的有点多哈。然后第二点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次的平台封禁吧，然后呢，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因为呢，它这个平台封禁之后，它不给任何人发提示。然后这次呢，因为它有一个申诉机制嘛，然后我就去申诉了一下，因为人家说这个平台一旦被永久封禁的话，申诉能成功的可能性非常的少哈。它封起来是封的挺勤快的，但是呢，要帮你解封的话，就要给它加工作量嘛，所以呢，它就基本上是不会帮你解封的。所以呢，我做了这个申诉之后呢，我也就没去管。然后我就突然在想，要是我1个月没去看这个平台，然后我1个月也没去关注我解封没有的话呢，那个平台是没有任何方式联系得到我的，也就是它封禁没有通知我，然后它解封也没有通知我，也就是基本上来讲呢，就是可以看出它的行政上是非常的怠惰。有很多人会跟我讲，中国的言论自由呢，最大的问题呢，其实是下面的平台呢自己做的这个自我阉割，然后他们到下面呢层层加码，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成和防疫一样的哈，就到底层的时候呢就已经加码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中国做这些平台的都不盈利啊，它不赚钱，因为它不赚钱，只要这个东西不赚钱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什么？它就会不会关注观众的享受，也不会关注用户的享受，它就只在乎上面的人。这个问题哈，其实并不仅仅是微信平台的问题哈，是中国所有的这些就是做文艺的这些平台，还有包括就是我们讲到更远的层次，就包括足球、篮球也是这样哈。就有很多人说，中国足球、篮球为什么搞不好？我说就是因为你的俱乐部都不盈利啊，这30几支球队30年间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是盈利的，只要它不盈利。那他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问上面去舔嘛，问上面给钱嘛。所以呢，中国足球发展到最后，因为他一直所有的球队都不盈利，所以呢，实际上他的足球队呢已经打成了叫做广告明星队啊，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不是踢足球的，他们是拍广告的。那你说中国足球出去跟越南踢，被越南踢个3-1。然后你还觉得有点吃惊，我觉得有啥好吃惊呢？你马保国出去打徐晓东，你还指望着他能够闪电5连鞭，那才是你的天真嘛。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体系完全没有商业运作，完全没有市场观念，完全没有和顾客进行沟通的情况之下，然后你所有的支出的填补都是靠你上级单位去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行业呢，它一定不是现代化社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中国做这个社交媒体做了那么多年，做 SNS 做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它一直都成功不了啊？就是大家都认为做 SNS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不赚钱的，它没有任何的盈利手段。所以呢，其实呢，我对这次微信平台被封禁啊，其实呢还是比较释怀的，因为
关键是在中国的这几年的互联网大潮当中，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就是做得好的企业，比如说什么百度贴吧、什么天涯啊，甚至包括知乎啊，还有什么 B 站这些，很多都是不盈利的哈。然后在它上面做呢，你关键担心的不是说你的言论自由有没有被限制，而是你在担心在这10年之后，这些网站能不能存活下来。我担心这些企业都做得不赚钱，然后山库跑路，我辛辛苦苦做了好几年的东西呢，都完全没有了。这个经验呢，其实以前呢，就是在百度贴吧俱乐部就这么一个东西上面呢发生过啊。就百度贴吧呢，以前它还有个衍生的一个东西，叫做百度贴吧俱乐部。然后呢，那个百度贴吧俱乐部后来因为不盈利嘛，然后突然之间就山库跑路了嘛，然后给你了几天时间去拯救你放了几年的这些就是网络上面的这些照片。因为那些网络上存放的照片呢，很多呢，因为不停的换电脑啊，然后不停的各种事情啊，搬家啊、上学啊、找工作啊，很多资料呢都遗失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太过普遍了啊，所以呢，你说什么知乎上面现在积累了多少的这个群众的这个智慧，但是说句实在话，如果知乎不赚钱，它直接山库跑路，这些东西就都没了啊，烟消云散啊。所以呢，就是从优酷、腾讯、爱奇艺，然后到现在的什么抖音啊、火山啊、什么 B 站啊，什么这一波一波的出来的这个东西哈，每一波你能听到的呢，都是说它不赚钱哈。然后呢，最近呢，我是听说就是抖音啊，它现在是赚钱哈，但是抖音赚钱的模式呢，其实和文艺是没有什么关联哈，也就抖音实际上呢走了拼多多的路线啊，就是说找了一大堆那些烂店，然后呢就搞这种直播带货嘛。但是你说句实在话，这种赚钱模式哈，到最后呢，你还是会被淘宝这样的大店给它给吞并掉哈。也就是说，最近抖音不是出了好几个新闻嘛，就是有些那个头部的主播脱抖入淘嘛。我在抖音上卖货和我在淘宝上卖货到底有什么区别，对不对？他就会觉得，哎，我为什么不去做李佳琦？所以基本上来讲，中国到现在为止，对于在头部社交媒体行业赚钱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然后呢，所有的人呢，一旦搞到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马上就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然后呢，就开始摆烂，然后就开始懒政，然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比如说，我就想象过一件事情，就腾讯里面这么多个部门，这么多个赚钱的部门，有谁愿意自动调到什么微信公众平台？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不赚钱啊，你总不可能靠什么缅甸内战、什么卖翡翠，然后拼多多618什么大减价，你只靠这些东西来赚钱，你不可能养活那么多人的呀。所以呢，你在腾讯里面，你一分到微信公众平台，那个人可能就我完蛋了，我要换职业了，再也没有什么14个月的奖金。如果你在腾讯内部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微信公众平台他会好好给你搞吗？所以呢，这次视频的第3点，我就想讲一下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就这种社媒，这个 SNS 为什么它不赚钱？为什么它做不过 Facebook， 做不过优管？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做文艺的人呢，他还是不懂什么叫做文艺啊。也就是说，我们会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 YouTube 它到底是怎么样盈利的？也就是 YouTube 要盈利，它实际上要去抢的那块肉是来自哪里的呢？它实际上是在和全世界的电视台在抢观众。你要认为仅靠我们这些拍小视频的，然后呢讲一下自己意见的这些频道，然后你能跟电视台去抢观众，那你就想太多了哈。但是优管有一个东西呢，是很有核心竞争力的，那就是它的音乐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就优管上的言论自由尺度其实是挺宽的，基本上它什么都能让你讲。但是优管对某一个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非常严谨的。然后呢，如果收到3次警告的话呢，你就会被封停你的账号。那么这个部分是哪里呢？就是版权啊，尤其是音乐的版权啊。也就是说，我们会想一个企业，它会保护什么东西保护的最用力？你在中国的话，因为它不赚钱，所以呢，它会保护上级的旨意作为他们的最用力的部分哈。但是呢，在优管的话呢，它会保护它最赚钱的部门。那么我这样一推理，你就知道了，就是优管上面其实最大的金主是什么呢？就是音乐。优管很早就发现了，在文艺方面真正能够起到这种固定资产作用的东西呢，就是那些优良的欧美音乐。最优先保护呢，就是你的音乐的 artist 的这个版权。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平台呢都需要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出新的节目。但是如果说这个剧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呢，你会发现，哎，你看那个剧看得感动了啊，眼泪流了，然后听的歌也挺好听的，然后你会发现什么？你可能每年都会反复去听几次这首歌啊。所以呢，我就一直总结，优管其实有2个主要的产业哈，第一个就是靠它的音乐，然后呢，另一边的这个完全不保护版权的呢，就是它的游戏。
戏产业啊。也就是说，优管呢是靠音乐和游戏做起来的哈。游戏的问题呢，就是它不是主流文化，就是音乐是主流中的主流，是王道中的王道，但是游戏呢，它是一小部分人的小众文化。它不可能就扩展到像音乐这么大的一个层次，然后它的市场本来就小，然后如果说你在小众市场上进行版权保护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市场扩展不了。所以呢，基本上在游戏的版权上面呢，其实它放的是非常非常的宽的。所以呢，优管就是靠主流文化的音乐撑起的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后又通过它的小众文化，也就次流文化、亚流文化，就是非主流文化，然后吸引年轻人。所以呢，优管的盈利模式呢，相对国内来讲呢，它是玩的比较清楚的。然后呢，所以呢，它能够赚钱。所以呢，我把东西放在优管上面呢，我没有像放在国内上那么担心，不是担心我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担心优管会不会倒闭，会不会关门哈？它确实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发财的金矿啊。但是你如果要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内能不能复制优管的这么一个方式呢？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就这么一点，然后呢都被优管已经垄断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优管同样的模式呢，基本上已经不可行了。而且你要明白，优管能够抢下来那块肉啊，它是从这个各大电视台上面割下来的。就是把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呢挖下来一点，然后养活了优管这个平台。那么你如果说国内他要做一个这个事情，就说我做这个平台，我要从中国的电视台的这个广告收入里面把肉给挖下来，那你就会发现电视台都是你的上级，所以呢，这就是国内的一个恶性循环。就一方面呢，因为它长期亏损呢，它就必须要听上级的指示，但是上级呢，基本上就是那些大的电视台，从上面又拿不到肉吃，然后呢，在下面呢，然后你也不关心顾客怎么想，所以呢，所谓的言论自由啊，其实是假命题。真正的关键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啊？就如果你能赚钱的话呢，就会有年轻人一腔热血的投入热情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呢就不会懒政，就不会只听上面的人怎么说。但是呢，就因为他一直都不赚钱，这个部门随时都可以被切掉，然后呢没有多大价值，所以下面的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给禁掉，然后呢就想想，哎呀，自己也就没几天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呢，当你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各个平台其实特别的卷，卷到最后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盈利，卷是非常的卷。就算把对方都卷赢了，自己还是在亏钱，也就是所谓的装最牛的逼，然后挨最疼的打嘛。也就是我把你们都打死了，然后这个大亏钱的这个行业都归我管，然后我能亏得比你们都惨。所以呢，比起所谓的言论不自由而言呢，我觉得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到最后还是没有搞清楚文艺到底是要干什么。他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基本上你也不用去想中国的社交媒体会有什么红火的一天，会有什么超越外国的一天，会有什么大外宣抬头的一天，这都不存在的。就像你指望中国足球能拿世界杯冠军是一样的哈。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